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啊，之前拍了几期的交响诗篇，这么久过去了，竟然还有粉丝记得我曾经买过这个玩意儿，还在评论区里面催更。倒不是真的是不想做哈，一是实在是没有时间拼，二是一直觉得这个系列呢做需要一点点由头，毕竟真的是很情怀向的东西了。也担心呢看的人不是很多，更关键的是文案还没想好怎么写，结果拖着就拖到了10000粉了。那这么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呢？思来想去，就把这台在我过去的人生中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的机体给做了吧。不过也真的是啊，很久都没有做拼装了，上一次估计得到大学在宿舍里面拼机动警察了。拆完我才发现手边连个剪钳和笔刀都没有啊，真是纯手残向的，大佬轻喷。板件方面是做了一定的预涂装的 ，GSC 这个系列的拼装呢，一般都有这个待遇，涂装的质量吧，还确实挺不错的。比如说这个驾驶舱盖的零件，但水口的设计就很让人着急了。你要说它没有隐藏的水口吧，隐了，但这个留到粗的呀，像我这样的笔刀工不好的，就怕直接切到肉了。另外，它给的蓝盾和优莱卡的小人就一点的涂装都没有给了。那就当你以为它的预涂装还算良心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分色贴纸啊，这个数量真的心里直接就咯噔了一下。另外出乎我意料的是呢，这个说明书竟然是彩色印刷的。我宁愿你不要把经费花在这里啊，你多给我搞2个预涂装的零件不好吗？整个拼装的步骤倒是也不长，70多步也就搞定了 ，H7 的级别吧。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呢，它还另外给了本说明书，教你拼完以后要怎么玩，去怎么变形，这倒搞得还是挺细节的。OK，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开拼。这里就没有拍完整的这个拼装的过程了，毕竟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展示的，只会暴露我做模型的水平已经回归到0点了。这里就简单的意思一下就行了吧。整个拼装的过程体验确实是比不上万代，尤其是对水口的处理啊，打磨的挺费劲的，但也没有差太多哈。整个拼装的流程还算丝滑，组合度也很优秀，完全没有用到大力金刚值什么的。板件塑料的质量也很不错，过程中拼错了好几个地方啊。反复的拆开又重新拼，也没有出现断装什么的。就拼装玩具来说，我认为体验已经接近万代了。也真的是好久没有做拼装了，花了1天的时间重新坐在桌子前面，把手机给静音，完全沉浸的投入进去，拼到后面连大脑都完全放空了。这种作为胶老的爽快感啊，也真的是很久没有体验到了，难得的治愈了一下我工作的压力和疲惫的心。不过最让我难受的地方又来了，也是我觉得这款套件真的做的最烂的地方了。这个补色的贴纸量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呀？像一些手背的这种小细节，监视器的内部补色啥的也就算了吧。这些像胸口的灰色条纹啊，匕首的红色刀刃啥的，你不给个预涂装也就算了，连个分件都没有啊，直接胶贴贴上去啊，一般贴出来还真是又歪又丑，还留缝。关键这胶贴啊，一次撕下来粘性直接就减半，真的是太垃圾了呀！还有这么大块的滑板，真的是一点点分件分色都没有啊，我都不知道这个怎么批评 GSC 了。OK， 那么到此为止呢，促组也就算完成了，一共耗时大概是6小时左右吧。周六结结实实的在凳子上坐了一整天啊，那接下来就把这几块大部件给合体，尼尔瓦修就算完成了。尼尔瓦修的编号是 Type 0， 那是因为它是第一个被人类从珊瑚岩的岩洞中挖出来的。反向推理的话，应该是珊瑚岩首先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单座的骨架，都认为不成功，然后埋在了地下，而最后把最成功的双座的尼尔瓦修放在了最外层。没错，唯一的双座机。发掘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人形少女，即我的本命女神优莱卡。虽然剧中没有明确的给出这个含义啊，但这个故事不就是这样吗？珊瑚岩在探索如何和人类共处的过程中不断的迭代，最终发现只有爱才能跨越一切的障碍，于是把代表珊瑚岩的少女和这台作为沟通桥梁的尼尔瓦修传递给了人类。而随着命运的指引，他们遇到了蓝盾。每每想到这里就觉得特别的浪漫啊，而尼尔瓦修就代表了这种浪漫。我相信大家第一眼都认为这台机设并不算好看啊，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交响诗篇的路人缘这么不好的原因吧。
你要是画个强袭高达，踩着滑板在天上冲浪，那肯定会比现在的人气要高得多。但对于每一个看完了 TV 的朋友来说，可能都会像我一样，心中一定有一块地方是留给这个形象的。非常值得高兴的是呢，我认为 GSC 的这台尼尔瓦修的造型修的是真的很还原，很棒。如果不是补色贴纸的拖累，那绝对值得我的全力推荐啊！但如果我说这个玩意儿的定价是350多呢，是不是觉得这个宿主出来的样子呢，性价比就非常的低了呢？尤其是这个分件分色的质量啊，这样看起来真是怎么看怎么就不顺眼了。不知道有没有涂装的大佬啊，能帮小老弟我代工一个啊？毕竟拼都拼出来了，我还是想给他一个最好的交代。OK， 那么接下来就惯例来看一下可动吧。首先，头部是一个简单的单球关，所以360度的旋转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低头能够超过30度，不过抬头只有20度左右了。当然了，这是一个单球关，有这个幅度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左右摆头大概也是20度多一点的样子。肩胛的设计非常的拉垮，非常影响可动。这里先把肩胛给取下来，排除干涉后的手臂，平台就能直接干到120度了。大臂根部这里也给出了一段小幅的球关上抬。不过这个前后的蝴蝶肩呢，就基本没有什么幅度了。大臂的360度旋转也是没有问题的，大臂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毫无压力。不过曲肘就只是个单段关节了，只能到100度多一点的范围。那装上肩胛以后的干涉就很严重了啊！要让平台到达正常的水平的话，那就得对肩胛做很多的调整了。腰部可动方面，挺胸借助变形的关节能做到90度的后仰贴平，但代价就是前倾就几乎是没有了，并没有留特殊的可动轴。不过神奇的是呢，竟然给了一段20度多一点的左右摆腰的幅度，这个地方拼的时候确实是没有注意到啊。另外左右转腰也能达到90度，也是很够用了。鸡舍的原因，大腿根部是没有任何干涉的，所以理论上不管是前踢还是后踢，还是整个打圈圈，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侧台由于腿甲的造型只能到75度多一点的范围，虽然够用，但有点可惜啊。大腿根部也是因为腿甲的关系，平转只能到前后接近90度的样子了。而屈膝这里呢，虽然用上了双段的关节，但小腿肚的这里有一个车轮的设计，没有收缩避让，所以只有120度多一点的样子了。脚部的可动就比较的优秀了，不管是向上抬脚还是向后垫脚，幅度都极其的离谱。不过左右的接地性倒是没有很出众，大概也就是45度左右的样子。不过其实这个角度是可以更大一点的。因为是这样，你把脚部拆下来就能发现，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前后能够旋转的单轴的关节，在垂直向下的地方连着一个球关，关节是构造很简单，但效果是很不错的。那最后的可动机构就是这个脚掌的插桩了，和 Robot 魂的设计是一样的，翻出插桩就能和滑板的表面的孔洞进行连接了。不过说实话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呀，还是这么个结构，滑板表面暴露的孔洞也真的是挺难看的。整个可动也其实就是这样的呀，除了屈膝改成了双段的关节，感觉和10多年前的肉魂相比啊，几乎没有什么进步。怎么说呢，就感觉设计的挺不用心的。当然了，你要说这个可动性不够用吧，那这些摆出来的 pose 呢，其实都非常的 OK 的，但设计上基本是照搬原地踏步，这也确实让人如鲠在喉啊。不过说到小巧思呢，那还是有的。这个握持的手型里面做了一个收纳的设计，这个刀带有连接位点的那一端可以直接插进去，就能被包裹隐藏起来了，挺有意思的。另外还提供了一个手型是可以直接握住滑板的，虽然说当然是握不紧的啦，不过可以让握持的这个动作变得更加的自然，就能摆出这个经典的握顿下蹲的姿势了。那除此之外呢，套件内还给了很多的附属的配件零件，除了5对的手型之外，还有很多配件零件，很明显了，这就是给尼尔瓦修的变形用的替换件。那接下来就展示一下尼尔瓦修的变形吧。首先将两侧的肩胛做180度的翻转，接着取下背后两侧的轮胎以及它的连接件，然后换上这个黄色的展开连接件，然后再装回去。接着把两个胳膊向后转90度，先让两个胳膊都打直。紧接着平转两个大臂，让曲肘的关节向内，接着向内掰动两个手臂。
那曲到一个差不多的角度以后呢，拿出这个变形用的替换手，把两个胳膊先给连起来。上一步调整好角度以后呢，把两个肩胛向上平转，没错，肩胛的外面的关节是有一段平转轴的，把它向上翻过来盖住。接着把小腿肚的这两个零件给取下来，然后把小腿肚后方的这个车轮向下翻，让车轮下移一段位置。接着拉伸两侧的大腿根部关节，然后先转动大腿前抬90度，再把整个身子也向后折叠90度，然后调整一下。接着翻出车轮后方的这个小的桩位，把两个腿都向后90度折叠打平，然后就可以把两条腿都完全的向前伸直了，作为车头的部分。然后再把头部的天线替换成开脚的角度小一些的，但说实话，这里为什么不设计一段 C 扣的可动啊？一定要设计成替换，然后就能把整个头部通过折叠按压的机构收纳进车身的内部了。接着就能把尾翼的这个连接砖给翻出来，然后能给小车装上这个全是补色贴纸的尾翼了。设定中这里应该是用滑板变形的。理论上呢，这个驾驶舱盖也要替换的，但我觉得还是这个透明的舱盖好看，所以人形形态下也依然用的是透明舱。好的，那么车形态也就变形完成了。整个过程当然是算不上复杂的，毕竟这个结构和森做机设的时候就已经全部规划好了。但可惜的是，整个变形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固定的位点，就感觉变形以后有点松松垮垮的。当然了，相比起老 R 魂的不可变形来说，当然是一种提升了。不过除了手和尾翼的替换键以外，我觉得都能做成一体式的。我甚至觉得尾翼其实也可以的，反正就是变形了，但也就是可以变形的感觉。可能是我对 GSC 的期盼有点太过不切实际了吧。当然还原度方面呢，那还是确实挺还原的。而且说实话，这个赛车的形态真的是非常的帅啊！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形态做的怎么样呢？